你好，我是乐星。2026年6月，有个用户发现自己的 Codex 用了1年，硬盘莫名其妙快满了。一查吓一跳，他这1年悄悄写进了 640TB 的数据，把 SSD 都快写废了。这不是个个例，今天我要用几分钟讲清楚他为什么会这样，还有怎么彻底避开。要搞懂原因，先分清 Codex 和 GPT 的区别。GPT 是你问他答，而 Codex 是代理。你给他一个目标，他会自己定计划，动手执行，检查结果，最后交给你。这一套流程里，每一步他都会记录下来，这些记录就叫日志，相当于他的工作日记。一个任务就有几十 MB， 一天跑好几次，1年累积下来就是开头的那个 640TB。 本来这很正常，但接下来这3个错误会让他彻底失控。错误1，一上来就开 Full Access。 Codex 的权限有3档， Suggest 只给你建议， Auto 在隔离环境里执行，而 Full Access 是不问你就直接动手。全权限不光危险，还会把每一步操作都写进日志，体积翻好几倍。错误2，不写 agents.md， 这是你给 Codex 的入职说明书，放在项目跟目录，它每次启动都会自动读，里面写清楚3件事就够。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的，它能改哪些文件，你要什么风格。有了这份说明书， Codex 就知道自己的边界，少试错，日志少，出活质量也高。没有它只能靠猜，越猜越乱，还白白多写一堆日志。错误3，不限定工作目录。默认情况下，它会翻你整台电脑的文件。解决其实很简单，给它画个圈，只能在项目里动，圈外的一律别碰。接下来是3个习惯。 Codex 在本地会存3样东西：日志、缓存、记忆库。日志是工作日记，缓存是它的草稿纸，用来加速。记忆库记的是你的偏好，比如你爱用的代码风格，它会记住，下次自动用上。习惯1，每月清一次，按屏幕上这些路径找到它们，看一眼大小，该清的清掉。清记忆库之前得先备份，免得你辛苦调好的编号也清没了。习惯2，记忆库要整理，不是一键清空，清空了，你交过它的编号全没了，下次还得从头交。而整理是留下有用的，删掉过时的，这样它会越用越懂你。习惯3，定时任务一定要配失败通知。Codex 的定时任务设一次就一直跑，很方便，但它一旦出错，比如断网、接口失败，会悄悄停下来。你以为日报每天都在生成，其实它可能周3就停了，你完全察觉不到。配上一个通知，一失败就提醒你，自动化才真正靠得住。把今天讲的压成3条。第1，权限从低到高，别一上来就 Full Access。第2，先写好 agents.md 再开始用。第3，每月清一次日志、缓存和记忆库。最后对照这份清单，权限设成 Suggest， 项目里有 agents.nd， 限定了工作目录，清过缓存，定时任务也配了通知，这5项都能打勾，大坑基本就避开了。快乐学习，用心分享，我们下期见。